别来这套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果儿是本宫的亲生女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她若是有不测，不光是你，连你的妹妹孟福都要陪着下黄泉。御医已经说了，公主如果再不进食，就来不及了。你时候不多，好好把握吧。是，娘娘。孟凡，奴婢叩见上官大人。免礼。谢大人。看你心神恍惚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不会强人所难。啊，请大人别误会，奴婢只是怕耽误大人，让大人为小事而伤神。难得我今日清闲，你不妨直说吧。奴婢有个好朋友病重，危在旦夕，奴婢不知道如何为他解开心结。解铃还需系铃，但是纪灵人已经死了，奴婢如果道出这个事实，只怕是催魂铃而非还魂丹呢。这还不简单？大可虚言作假，欺上瞒下，这等伎俩你岂会不懂？但是这个朋友是奴婢的知心好友，如果奴婢存心隐瞒，就是于心有愧。你知道人在宫中求什么吗？来，人总有所求，有的人求金银财帛、荣华富贵，也有人求功名利禄、光宗耀祖。在深宫，更多的人是求生，但当中也有人求死。哪会有人求死呢？囚在天牢的狱犯，困在冷宫的妃嫔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但求一死了断此生。求死还不是最可悲的，最可悲的是一无所求。一个陷于绝望的人，生无可恋，死无可求。人在世上如同行尸走肉，这比死还要悲凉。依大人之见，奴婢若要救这个朋友，就要给他希望。纵然是虚言作假，是海市蜃楼。世事变幻莫测，你又怎知一个谎言，他日不会成为真话？人只有抱有希望，才有活下去的动力。什么？你见过樊大哥？樊大哥暂且收押天牢，皇后娘娘恩准我们相见。那他现在如何？有没有受刑啊？他受了一点点伤。是果儿连累了他，我要去见他。公主，你绝世多日，身体这么虚弱，又如何走得动呢？再加上没有皇后娘娘首肯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牢半步。只要樊大哥没事就好了。樊大哥让奴婢传话，他让公主一定要保重身体，莫要自残伤身。他还说，留得青山在，相见总有时。
小凡，我饿了，我想吃碗米粥。好啊，米粥好啊，我这就去弄，你等我啊。范大哥。 夜冷风凉，虽然你已经禁食3天，但是你的身体仍旧很虚弱。小凡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出来走一走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小凡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？奴婢只是小小的宫女。 不能跟宫中的人有任何苟且之事。宫女淫乱宫闱，那可是罪大滔天呢。我说你没入宫之前，有没有尝试过爱一个人的滋味？奴婢最爱的就是爹娘跟我妹妹。人人都说，爱到尽头。 即使海枯石烂，矢志不渝。这个不渝之所以能够到永远，那是因为他们将生命也赌上了。没了命，那份爱就不会再变。公主，这话何解啊？是谁要丢了性命啊？没有啊，我还记得。 小凡曾经在这里给我讲过嫦娥的故事，她偷了仙丹，所以被困在月宫中。公主记性真好。你说她每天晚上都是孤单一个人，独自望着外面的大千世界，寂寞难耐。其实我跟嫦娥挺像的。 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不怕一个人，也不怕被困囚笼，更不怕夜深难耐，因为安乐投的不是仙丹，是一颗心，是范良一颗不变的心。公主，范大哥不是叫你对我说？ 留得青山在，相见总有时吗？好，安乐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去做傻事，不会再让小凡和范大哥替我担心。公主能够想通，奴婢就放心了。若然你再见到范大哥，你要跟他说一声。 安乐无论身在何方，心都在他那里。奴婢知道。女儿向母后请安。好，坐吧。 谢母后。过儿啊，周公公说你要见母后，有什么事吗？女儿想与母后商量婚嫁大事。女儿决定遵循母后的意思，嫁与武重训。但唯一的条件，就是希望母后
能免去樊良一死。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你为何要替他求生？母后不必深究。总之，女儿会嫁入武家，为巩固父皇的龙座出一份力。这个结果，不是母后想要的吗？好吧，难得果儿深明事理。放心吧，母后也不会为难这个樊良的。女儿还希望母后能免去孟凡守灵之命，让他留在宫中。这个孟凡，一个小小的婢女，还真有本事。先是太上皇，然后又是你，都为他求情。母后，好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母后姑且让她留在宫中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婢女，我岂会容不得她呀？谢母后。启禀娘娘，孟凡带到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孟凡，这盒金乳酥是本宫赏你的。谢娘娘。公主经过多日调养，身体已无大碍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本宫决定免除你守灵之责，让你继续留在宫中。奴婢叩谢皇后娘娘。孟凡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在公主面前为本宫说了许多好话。可你知道哪一句说的最好吗？恕奴婢愚昧，请皇后娘娘明示。那就是樊良未死。有时候啊，一句谎话要比千句万句真话有效得多。孟凡，这可是你教会本宫的。奴婢也是逼不得已。逼不得已也好，存心所为也好，本宫没兴趣知道。本宫只想提醒你一句：要想谎话不被揭穿，只说一遍是不够的，得说2遍、3遍、4遍，甚至是1000遍，这样谎言才能变成真话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一定不会让公主知晓此事。皇后娘娘的教诲，奴婢一定铭记于心。那就好。好了，回去吧，要记得吃啊啊！姐妹们，我回来了，看我带了什么好吃的给大家。这是皇后娘娘赏赐的金乳酥啊！大家快来尝尝吧，可香了。不必客气，我刚吃饱。啊，你们这都是怎么啦？虽然小芬姐开罪了皇后娘娘，但如今娘娘已经免去她守灵啊！你们都在这怕什么呀？小鱼，算了，我这，我终究是得罪过皇后娘娘，他们对我有所避忌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你呀，就只会当老好人。孟凡，上宫大人，回来了，奴婢回来了。不要怪他们，这是在宫中生存之道。奴婢明白。我知道你的针线活不错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先到缝纫房帮忙，替皇后娘娘缝制百鸟裙。这是娘娘要赶在公主出嫁之前送给公主的贺礼。公主要大婚？嫁给谁呀？不就是那梁王的儿子武重训将军吗？
都先停下来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孟凡也要跟你们一起统治百鸟群。他的针织手艺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，相信能帮上大家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百鸟群是皇后准备送给公主大婚的贺礼，绝对不容有失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你们继续干活吧。好。孟凡，你觉得这些羽毛怎么样？奴婢觉得这个羽毛看起来色泽暗沉，不太适宜喜庆之用。我已经派人到处搜集，这个已经是从他们带回来的羽毛当中精挑细选的，算是最好的了。谢谢小凡姐，不客气。好好吃哦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都不吃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小凡姐，你说皇后娘娘会不会记恨于你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如果娘娘还记恨于心，也不会让小凡姐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又可以睡在小凡姐身边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又爱吃又贪睡，还爱打呼噜，你可不能睡在小凡姐身边。现在换我了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我又不是没听过，没关系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没事了。以后呢，大家还像以前一样。姐姐，你说那百鸟裙到底什么样啊？就是将不同雀鸟的羽毛混搭着丝线还有罗捻线织成的裙子。那这样应该很花功夫吧？可是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要去哪儿找最漂亮的羽毛。小凡姐，我家乡有很多呀，有白鹇、红隼，还有赤腹鹰，它们的羽毛可漂亮了。真的吗？你家乡在哪里呀？岭南呢？岭南啊，太远了。如果要去那么远，搜集那么多羽毛，花费一定不菲。为了一件衣服，似乎有点儿。姐姐，这有什么呀？重点呢，不是花费多少，关键是要把它做好，讨好我们的主子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奴婢向公主请安。不像，我怎么画都不像她，画的不像，不像。公主，我明明清楚的记得她长得是什么样子，她的眼睛是什么样，鼻子有多高，嘴唇有多厚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把它给画下来呢？公主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，或者奴婢去帮你请个画师回来画好吗？不要，我要亲手画。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她长什么样子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人们都说，要把一个人画得栩栩如生，就要先画出这个人的内心。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吗？公主，你就快要出嫁了，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好吗？无论嫁谁也好，我心中的驸马就只有樊良一个，不会再有其他人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过儿啊，听说你这几天
吃的很少啊。那些奴才真多事。你可要保重身体呀。谢母后关心。过儿，母后跟你说，我已经跟你父皇都商量好了，怕你不适应在梁王府的生活，待你大婚之后啊，你还住在这凤阳阁中，啊？小凡，你今天前来所为何事？奴婢因为缝制百鸟裙的羽毛不尽人意，所以张上宫让奴婢出城离宫去选购新的羽毛。这几天，奴婢不能来探望公主你了。又是百鸟裙的事情，羽毛好不好有什么关系？我看都一样嘛。区别可大了。好的羽毛呢，这里很少，所以这次可能又要白跑一趟。那怎么不早禀告本宫呢？啊，没有好的羽毛，怎么能给公主做百鸟裙呢？回皇后娘娘，奴婢听同伴们说，最好的羽毛在岭南，那里有很多的雀鸟，色彩斑斓。好，本宫马上派人到岭南去收购百鸟羽毛，给公主做百鸟裙。可是奴婢觉得不妥。怎么不妥呀？啊？百鸟裙，那岂不是要100只鸟的羽毛？那就要杀100只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知道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女儿大婚，当然要用全天下最美丽的东西。果儿啊，启奏皇上，南雄、曲江、始兴、乐昌、翁源、仁化、佛冈等县鼠害泛滥，千万成群。佛冈县是岁大饥，民众以采竹为食，急需朝廷发放灾银，以解百姓燃眉之急呀。启奏皇上，关于吐蕃滋扰边疆一事，儿臣已经想到了应对的策略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啊，今日我和皇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要跟众大臣商量。我和皇上准备派人到岭南去采集百鸟羽毛，给公主制作百鸟裙。你们哪位大臣愿意负责呀？怎么，竟然没有人愿意负责吗？回皇上，微臣认为应该在京都附近采集，何须南下千里呀？要能如此，皇上怎么可能舍近求远呢？刚才凤阁侍郎张大人已经提到了，广东一带鼠患为害，佛冈大饥，朝廷未能赈灾，反而劳师动众，大费周章，只为了一件百鸟裙。此举会令天下百姓甚为伤心。伤心？那你以为使安乐公主、使本宫、使皇上伤心的是什么？你以为公主出阁只是小事一桩，可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这样想。我们是她的亲生父母。这件百鸟裙是我和皇上送给公主的大婚贺礼，它寓意着百鸟朝凤，希望安乐公主吉祥幸福。儿臣认为，事不可轻。历朝以来，事无大小，凡是朝廷大兴土木，又或者到民间收购物品之事，必定是朝中各级贪官污吏搜刮钱财的良机。
本来只值1文钱的东西，到了最后，朝廷便得付出1贯钱。那是因为各级官员监察不力。你作为一个太子，分析事情得学会追本溯源。老臣托皇上洪福，家有子嗣，当中已有成家立业的。可是老臣并不觉得如此挥霍，子女就会吉祥幸福。桓大人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是不通人情呢，还是不食人间烟火呀？如果你还记得我家安乐从小是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成长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拿你的女儿和我的女儿相比较了。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指责本宫挥霍了。皇上，臣以为宫廷此举势必会引起大肆捕杀雀鸟之风，实不可为也。此言有理。既然5位大人始终反对，朕也觉得此事太过劳民伤财，我看就不要去做了。不行，我答应女儿的事情，本宫绝不会放弃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孟凡啊，你给本宫出出主意。本宫要在公主出嫁的时候，用最好的羽毛为她做嫁衣。可是我这想法被皇上他们给否掉了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，可以让本宫将此事继续下去啊？回娘娘，奴婢觉得，其实公主并不在意那百鸟裙。娘娘真要如此大费周折吗？这我当然知道。哎呀，可身为人母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出嫁的时候能嫁得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呀？再说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娘娘果真用心良苦。为了樊良，果儿茶不思饭不想，终日愁眉不展。我这为娘的看了心疼啊。娘娘这番苦心，公主会理解的。孟凡啊，你有什么主意呀？让本宫能够达成这个愿望。娘娘放心，待奴婢好好想想，一定让娘娘如愿以偿。孟凡，上宫大人，这么晚了不休息，在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我亏欠了公主。你是在担心百鸟裙的事吗？不是。上宫大人，你有没有做过让自己内疚的事啊？记得我娘亲将近大去的时候，突然很想吃梨，但当时她已病入膏肓，怎么可能有力气吃呢？但我很想完成娘亲最后的心愿。可当时我只知道拿着梨如石像般呆站着，最后娘亲眼巴巴看着我手中的梨而离世，最终没有尝到半点梨的滋味。其实当时我只要静下来，就可以想到把梨榨成汁，就可以让娘亲喝下去。当时我真笨，我现在想起来就挖心的痛。一个女儿尚且如此对母亲，那母亲对女儿更是如此。孟凡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，别到时候后悔啊！好了。
快休息吧。看来，只有他才能游说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，婉儿知道皇上为了公主的百鸟裙一事而心烦。此事众大臣均反对，现如今就连临淄王隆基也站在他们那边，让朕着实为难。皇上，你是否记得当年你们一家人被幽禁在黑布包围的庭院中？安乐公主就是自幼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是心疼女儿，想要为女儿做一些补偿，才会执意要为安乐公主做一件百鸟裙作为嫁衣。难道皇上就不能够理解吗？婉儿，朕并非不能理解皇后娘娘爱你之心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群臣的反对不无道理，朕岂能够一意孤行？婉儿之所以贸然的旧事重提，那是因为想要提醒皇上不要忘记当年你对皇后娘娘的承诺。丽仙，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，你一定要拼全力争取下去。你可不能忘了当年对我许下的誓言。试问我又怎么会忘记？我曾经说过，倘若有幸能够重见天日，登上大宝，当为你所欲，叫你呼风得风，唤雨得雨，永远不想禁止。你记得就好。当年朕自是无能，但是现如今，朕已重登大位，又岂能不权衡利弊，以国家为重？皇上一言九鼎，国事可议，家事难道也要被朝廷大臣议论表决吗？大不了可以不要朝廷的人去采集，民间征调又碍何人之事呢？这次张柬之他们再也不能阻挠本宫做百鸟裙了。婉儿啊，你功不可没呀。婉儿只不过是做分内之事罢了。来，趁热吃。这个呀是驼蹄羹，多吃一点，美容养颜的。谢谢娘娘。其实这次婉儿真不应该出面，只不过想到安乐公主自小受的委屈，便能理解娘娘对女儿的一片用心。如果婉儿有做出未顾及身份和后果的事，还望皇后娘娘恕罪。哎呀，谁对本宫好，谁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本宫一清二楚。婉儿啊，只要你今后对皇上和本宫忠心不二，本宫绝不会亏待你。谁要是处处针对本宫，本宫也不会让他好过。这次孟凡也为娘娘的事出力不少。对，这孟凡确实出了不少力，可这孟福就不一样了。不知道这个孟福干了什么，让娘娘有此想法的。他讨好太子，不就是想跟本宫作对吗？
可是孟府只不过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女子，怎么会跟太子牵扯在一起呢？我想是皇后娘娘多虑了，不必介意就是了。好吧，那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反正身边留着一条没用的狗，既然它不长眼，那我就把它送给太子好了。很鲜呐。这个真好吃。小凡姐，下次要多带一些给我们啊，这个好吃。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？鲁公公，公公，今天怎么这么巧啊？我们这边有很多好吃的，要不就一起吃吧。谢谢了，孟福，我正是来找你的。公公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从明天起你就不用伺候皇后娘娘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皇后娘娘的懿旨。从明天起，你到东宫伺候太子殿下，你就先准备一下吧。我先走了，啊。卢公公慢走，慢走，卢公公慢走。小福姐，你干嘛这么忧愁啊？伺候谁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就是。小福，你很讨厌服侍太子吗？我只想服侍皇后娘娘。娘娘待你很好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也许太子会对你更好呢。你不要再杞人忧天了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我看的是将来，不是现在的好与坏。你说，太子有可能登基吗？小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可是死罪呀！良禽择木而栖，谁都知道，太子不为娘娘所爱，而皇上又如此的宠爱娘娘。试问，娘娘怎么会选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继位呢？如果要我跟着一个没有前程的太子，干脆让我早死投胎算了。小福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不要乱说。那，就算你一直服侍皇后娘娘，也未必是好事啊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鸟汇集的群山，能排解萦绕你心头的雾障。当你有一天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能够谅解奴婢的良苦用心。公主喜欢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你一定花了不少心血，谢谢你。其实公主应该感谢的是皇后娘娘。本来皇后娘娘是要亲自把百鸟群送来给公主的，但是她怕公主不高兴，所以让奴婢送过来给公主。你代我答谢她吧。奴婢斗胆，公主殿下能否亲自答谢皇后娘娘？小凡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奴婢当然知道。那既然你知道，如果你是我，能因为这么一条微不足道的裙子，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吗？当然难以忘记。可公主殿下跟皇后娘娘之间就只有这些吗？奴婢知道，皇后娘娘产下公主的时候，正好流放于房州途中。当时皇后娘娘连一块蔽体的布都没有，皇上就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公主裹上，所以皇后娘娘才给公主取名叫果儿。开心与不开心，只是一念之差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。公主殿下应该让自己开开心心，珍惜拥有的，忘记得不到的。如果公主殿下一定要抱残守缺，那就应该问问自己，自己希望以后的人生要怎么样过呢？以后的人生，我还有以后。以后的人生又会是怎么样？奴婢认为，无论是千金小姐，还是满脚泥巴的乡村丫头，她们最渴望的，都是找到一个好归宿，落叶归根，开枝散叶。是的，我本来是可以的。公主，你很快就可以了呀。就如这条百鸟裙，缝制的时候，诸事不顺，一波三折，但是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。让我在街头人随着唱，我爱上离开我。
听说凤凰可以浴火重生，可是我已死的心，却怎么也重燃不起来。公主，你别这样。我还能怎么样？自从定下来这门亲事，我就没有哭过一声，流过一滴泪。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哀求，都是逃不掉这个命运的。就算命运逃脱不了，但是未必改变不了。如果公主愿意敞开心扉，还是可以得到幸福的。别跟我开玩笑，无论母后是想利用我来拉拢梁王，还是真心疼爱我而定下这门亲事，最终让我知道的是，想要随心所欲，倚仗的不是亲情，而是大权。娘娘所做的，虽然并非公主所愿，但是皇后娘娘还是很疼爱公主的呀。公主，你要做什么？他疼我，疼得我好痛，疼得我心都碎了，就好像这样一样，把我的皮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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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脱掉一个。凤凰的羽毛脱落了，我的心也死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守护，我会狠狠地把我自己的心埋葬掉，这样我也就不会再痛了，不会痛了。你们先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先进去通传一声。好，有劳鲁公公，能不进去就最好了。反正，哎呀呀，
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我待在这里跟待在冷宫有什么分别？我还怕什么？喂，这可是太子宫殿，不能乱说话的。太子又不是皇后所生，太子的位置有一天会被安乐公主取代也不一定啊。我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了。快闭嘴啊！你活腻了不成啊？这种话你也敢说出来，让人听见，以后有你好受的。你看他呀，在宫中待了这么久，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，真是……秀梅姑姑，衣服都洗好了吗？怎么还不拿进去啊？这新来的好大胆！闭嘴！我还不耳聋，这种犯上的话，我听一次还不够吗？要你们再来重复，还站着干什么呀？快点干活去！奴婢告退。启禀殿下，这就是从今天起来伺候殿下的宫女孟福。孟福叩见太子殿下。这种小事就不用告诉我了，王公公，你看着办吧。是，奴才告退。那就由你来给他安排吧。遵命。姑姑，以后你就喜欢莲蔓。啊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先把那边的莲蔓换下来。是。我说的可是店里所有的莲蔓，所有的莲蔓，就我一个人啊？嗯。姑姑，所有的莲蔓都换下来了。你把这些脏莲蔓用艾蒿熏好，小心别燃着了莲蔓。要是有任何弄污损毁，你就是当10辈子宫女也赔不起。是。走，我们过去。初来乍到便懂得给人家使脸色，玉檀啊，看来以后你跟我可有的看了。两位姐姐，孟福刚来报道，还不知道规矩，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。哼，清宁宫来的人怎么会对我们明德殿的人失礼？太抬举我们了吧？两位姐姐见笑了。不管是哪个宫的人，都是宫女啊，哪有什么贵贱之分呢？更何况孟福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两位姐姐学习呢。你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吧？好，要讨教是吧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再教给你怎么好好的把任务完成。不过是个小小的宫女，心气太高，想往上爬，也不想想自己是谁。我看呀，她还没爬上去就给爹个狗吃屎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新来的笨死了，把艾蒿都给毁了。那是他们弄的，不是。别跟我解释，谁对谁错，我可没闲工夫理会。总之不要给我添麻烦。这新来的嘛，安分一点比什么都好。小福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在太子那边当差很累吗？姐，小福，谁欺负你了？那何止只是欺负，让我一个人更换整个大殿的帐帘不说，而且还给我下马威呢。这明德殿的人真的以为我是好惹的？你看着好了，哪一天我出人头地，我一定要他们好看。小福，你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如果那里真的待不下去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。
这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了皇后娘娘吗？我那天只不过跟太子多说了几句话而已，皇后娘娘看见了，她就不高兴了。这未免也太小心眼了吧！嘘，在这里不要乱说话，会死人的。其实太子他根本不认识我呀，这女人实在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小福，越是不让你说，你还越说得起劲儿。姐姐，皇后娘娘心情变幻无常，她开心的时候，说不定她会原谅我。安乐公主她这么宠幸你，姐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明天呢会去看望安乐公主，到时候我看着办吧。好了，这不是一天半个月能解决的事情。小福已经很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得干活呢。天哪，我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。公主万福。小凡，你来了，快来陪我聊聊天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来，坐。奴婢不敢与公主平起平坐。让你坐你就坐嘛，干嘛要跟我见外呢？谢公主。公主好像清简了。我以为人妇苦相思，实为不甘，怎么可能不瘦？公主，奴婢做了公主最爱吃的香酥牛肉饼，公主尝一尝。宫中上下就属你一人最知我的心意。公主，孟凡有一事相求。你我情同姐妹，又何须这么见外呢？奴婢的妹妹孟福被皇后娘娘调到东宫，其实她只是想留下来继续服侍皇后娘娘。母后把你妹妹调走，你妹妹又何须眷恋？这样吧，有机会我跟母后说说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已经很少跟她见面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公主有机会，多美言几句就好了。来，陪本宫享用。什么东西那么香啊？啊，奴婢参见驸马爷。这是孟凡，是从前侍奉过我的宫女，今天特意过来看我过得好不好。公主有我这个驸马日夜照顾周全，哪有过得不好的道理啊？你带来的是牛肉饼。驸马爷真厉害，这道点心正是公主最爱吃的香酥牛肉饼。哦，是吗？公主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就吩咐厨房天天做，公主想吃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吃到。我只喜欢吃孟凡亲手做的。哦，那我倒要尝尝这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本公主有说过让你享用吗？驸马爷想吃，公主就满足他吧。奴婢以后再给公主做就是了。多谢孟凡，那本驸马就……不可以！小凡，我们走。奴婢看得出，其实驸马爷对公主事事用心，照顾周全。那不叫用心，那叫谄媚。倘若我不是公主之身，看武重训那王八崽子，还会不会对本宫照顾周全？公主，此等话语，怎可出自堂堂公主之口啊？有时候，
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公主，那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双宿双栖，平平静静的白头偕老。小凡，你可有樊良的消息？还没有。樊大哥，你在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为你牵肠挂肚？公主，奴婢觉得，只要公主细心留神，就可发现，其实驸马爷也对公主疼惜有加。恐怕疼惜的只是我背后能给他带来的荣华富贵。世上能全心全意待我的，除了樊大哥，别无他人。但愿母后言而有信，会善待樊大哥。本来想拜托公主的事，这时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。你说这件事该如何是好？我都快被弄得焦头烂额了。哎，真是没办法。张上公、小马，你们在为什么事那么心烦啊？驸马爷让我们内侍省传话，要上宫局马上为公主赶制第2件百鸟裙。做第2件百鸟裙，为什么？缝制1件百鸟裙，岭南一地已经是搜山荡谷，山林奇禽异兽捕杀殆尽。若要再一次的劳民伤财，只怕会惹起民怨。上一次缝制百鸟裙是为了要恭贺安乐公主大喜，可是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呀？这谁知道啊？这驸马有令，我们当奴才的也不敢多问啊。想必啊，肯定是公主特别喜欢那个裙子。驸马呢，为了迎合她的心思，想再造一件吧。如果公主殿下喜欢的话，她应该会跟我提起的。天子脚下，连江山都是帝皇家的，咱们这些做下人的只能听命行事。孟凡，你明天再到城中帮忙采购所需物品，我现在就去把清单抄一份给你啊。奴婢遵命。孟凡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，省得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有劳小马了。我先走了。金线、盘金绒卖好了，你接下来呢是空木蚕丝。这一大堆材料要买到长年局了。你不知道，这之后的功夫啊，才多久呢？回去还要集合上宫局的女工、巧匠、刺绣师傅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可都要赶工呢。为了一件裙子如此劳民伤财。我想啊，应该是驸马爷想讨好公主，自己出的主意。啊，那又要缝制百鸟裙？不可能吧？千真万确，刚才我听绣金庄的老板亲口说的。我也听到岭南那些猎户说起，说上次缝制一袭裙子，几乎把岭南一带的百鸟捕杀殆尽，搞得当地是乌烟瘴气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。可不是嘛！抓几只鸟而已，这又跟百姓生计有何等干系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各地官员为了讨好上级，或令百姓罢食辍耕，晨缴鸟语，交不出来的，就以钱粮抵消。是珍禽异鸟的皮毛，价值不详，任凭那些官员恣意苛索，这老百姓能怎么办？只能任由宰割呀！这世道哪还有天理可言呢？天子之女，盛言难违。我们这等平民老百姓，只有叩首听之的份儿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就是。那可不是安乐公主。皇家之事，切莫妄言，小心祸从口出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走。哎呀，你干嘛拉我呀？我不拉你走的话，我怕你体无完肤啊。我不想公主被百姓误解。第1件裙子是皇后娘娘为恭贺公主大婚而缝制的，这件百鸟裙又是驸马爷想讨好公主而缝制的，全部都跟公主无关呢。
可是你跟他们说，他们听得进去吗？啊？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宫里出来张罗这事的，我怕他们迁怒于我们。可是什么呀？还有这么多东西没买呢，买完赶紧回宫吧。我总觉得留在宫外不安全啊！别生气了，好吗？一袭百鸟裙，几多伤心人。我听闻安乐公主要缝制第2件百鸟裙，这件事可是真的？奴婢参见上官大人。免礼。谢大人。回大人，那是驸马爷下的命令，恐怕公主还不知情。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反正都是中饱私囊，不择手段。奴婢愚昧，不知大人的意思是？秋收未至，岁月还遥，想要收百姓的钱，还有什么比做这个百鸟裙有更好的理由呢？大人的意思是，驸马爷借机中饱私囊？不然已经有了一件，为什么还要再多做一件呢？真没想到驸马爷如此胆大包天，公然敛财。这不算什么。你可知道驸马爷要在昭城寺铸造一个百宝香炉，所费多少？不就是一个香炉吗？花费应该不用上千两吧？1000两，1000两只不过购买香炉的一条腿。小月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是翠鸟毛织成的羽绒线，这个呢就是孔雀毛织成的细线。很好。那你们拿到后面去吧。好的，走。你们都仔细点，别弄断了啊。知道了。张上公。张上公，你认为驸马爷为什么要做第2件百鸟裙啊？我在宫中这么多年，主子的喜恶真是比风云更难测。不过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表面上是好大喜功，暗地里就找机会发大财。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吗？这个我可不知道。就算知道了，谁敢声张啊？百鸟裙花费上万两。不知昭城寺的百宝香炉又要造价多少？我听内侍省的人说，这百宝香炉高3尺，开有4门，架4座小桥，雕刻着花草、飞禽、诸天、霁月等瑞兽，炉身镶嵌着珍珠、玛瑙、砗磲、完颜等各种宝石，用钱可要3万两的。3万两！要备齐这些工匠和珠宝，不知要花上多少年月，到最后，或许像以前什么法器啊、宝镜什么的，钱是数以万两的花了出去。可最后这些珍宝啊，却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。此话当真？驸马确曾向上宫局表示要铸造百宝香炉一事，而且还向司宝领了大批的珍宝奇玉，但是上仪局却从来没有接过铸造香炉的命令，而且内侍省也从没有听过这样的安排。没想到武重勋竟敢欺骗本公主，他是活腻了不成啊！请公主息怒，想来此事必有误会，
可能驸马爷爷都被蒙在鼓里。若说我是父子的恶行，本公主会不知道。只想不到他们竟敢在本公主头上动土。奴婢只怕公主名誉受损，才告知一切。如果因为奴婢说的一番话，而令公主和驸马爷琴瑟不和，那奴婢就罪该万死了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待我打探一下，便知分晓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。谢父皇。你们燕儿新婚，现在已然是夫唱妇随了。让父皇见笑了。果儿乖巧了不少，驸马你功劳匪浅啊。公主金枝玉叶，蒙恩将公主匹配小婿，已是喜不自胜，哪敢再居功自满。父皇，驸马对儿臣百般迁就就不说了，还知道儿臣敬佛，竟为洛州的昭承寺铸造百宝香炉，驸马更是一力应承。哦，你这夫婿真是选得太对了。不敢。你的铸炉之事已进行数月，不知道现况如何呀？还可以，就是快完工的意思，对吧？父皇，儿臣听说此炉及天下珍宝于世间巧匠雕琢而成，花费达3万两，不如举办一个赠炉大典，让百宝香炉在宫中展示3天，再命专人送往昭承寺，以隆重其事，同时也好向天下宣扬驸马铸炉的功德呀。甚好，朕也想开开眼界，一睹百宝香炉的巧工。这区区小事用不着如此大费周章。3万两的百宝香炉，功业显耀当世，当然要让万民同仰，以正驸马的威德呀。但是3万两的百宝香炉前无古人，驸马又怎能不让百姓见识见识？臣不敢。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本宫立即命人前往昭承寺选定吉日，择日举行赠炉大典。怎么了，驸马？脸色这么不好看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茶呢？我的茶呢？谁准你不理本宫的？是本驸马不对，本驸马注定要向公主卑躬屈膝，公主当然可以目中无人，当然可以逼死本驸马了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假借公主之名，侵吞公堂，其身不正在先的。我说过不铸炉吗？好歹我也是驸马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？我就是要逼你，我要逼你把那私吞的3万两给我吐出来，让你白忙活一场。天下贪赃枉法的文武百官多如牛毛，我一个武卒军算什么呀？你是在说父皇治国无方，令贪官敛财成风吗？我是说，自古以来此等事屡禁不止，公主又何必太认真呢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管，总之，要么你给我变出一个百宝箱，要么就把那私吞的3万两给我交出来。你，我已启奏父皇，择日举行赠炉大典。赠炉大典，公主是要驸马爷人头落地吗？本公主没有在父皇面前当场点破他，只要他乖乖的能在大典之前把炉给铸好，他的项上人头还是可以保得住的。公主何必要驸马爷如此难堪呢？他又不是本公主的心上人，本公主对他已算万分仁慈了。你没有看到他在父皇面前有多丢人呢？话虽如此，但是公主跟驸马爷以后总是要朝夕相对呀。更何况驸马爷对公主总算不赖，说不定你们俩以后还能日久生情呢。没这个可能。你觉得本公主是那种朝秦暮楚的女人吗？我的心啊，无时无刻的不在等着樊良他来接我呢。爹，你说那公主是不是欺人太甚？她既然已经嫁到
家做媳妇，她怎么能诬陷自己的丈夫？唉，就是嘛，那3万两明明已是我囊中之物，可现在却要被迫退回去，孩儿真是不甘心呢。当年兴典3阳、兴泰2宫，为父得到的，何止是你的100倍？可太上皇从未向为父查询过半句。孩儿认为，公主根本不是为了那区3万两，她就是存心跟孩儿过不去。她一直就认为，以她千金之躯，委身于孩儿是种侮辱。她分明是看不起我。哎，她连你爹压根儿都没放在眼里，何况是你呀？为人媳妇者，自当晨昏定省。可他进门以来，何曾向为父敬过半杯香茶呀？爹，孩儿不孝，让爹如此受人白眼。孩儿别急，他实在是专横骄纵成性。若不是生在帝王家，对我们还有一丝价值，我们父子又何必受这窝囊气？爹，孩儿现在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把那3万两双手奉还吗？爹爹我自有办法。参见马爷。免礼。百鸟裙做好了吗？百鸟裙已经做好了，把裙子拿上来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毛？你们上公局以为能瞒过本驸马的双眼吗？拿剪子来。是。请驸马爷高抬贵手。驸马爷，哎，驸马爷。这些根本就不是本驸马交来的那些珍贵奇禽的羽毛。你们这般狗奴才，是要害我被杀头吗？衣服上每根绒线、每根饰羽都是驸马爷给的，请驸马爷明鉴。本驸马采买的羽毛，都是由各地方精心搜罗而来，每一条都珍贵无比。你们休想用一些烂鸡烂鸭的羽毛来充数。奴婢们没有，奴婢们换来也没有用。装无知是吧？我交上来的这些羽毛价值3万两。分明是你们上公局，其中有人把这些真假羽毛偷龙转凤。3万两！皇宫之内绝不允许此等贪赃枉法之事。此事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把这假裙子给我带回去，好好调查。是。驸马爷。为了驸马爷呀！不会呀，驸马交来的羽毛，每一根都是我亲自核对、亲自交到坊房的，不可能被人偷龙转凤啊！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除非是你自己把东西掉了包啊！不是，我没有。小鱼，你就别逗他了。谁都知道丹华胆子最小，他才不敢干这种事。对嘛。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总得有人出来认罪吧？你以为这样的话，你我就真的可以置身事外了吗？啊！不要被看透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们快过来看，张上公身边那个
不就是叶庭菊的小李哥吗？啊，完了完了！张上公找我们来，就是要我们当替死鬼。判罪之前，先叫叶庭菊的人把我们从宫女的名单上除去。参见张上公。孟凡、小鱼、丹华，就是这3个人吗？正是。不要杀我呀！谁要杀你了？张上公，这是……我已经拜托小李哥把你们3个人调到上食局帮忙了。其余参与缝制百鸟裙的女工，我已经调到其他局里去了。那驸马爷一定会怪罪于你，张上公，这不可以。难道张上公想自己领罪，把我们都调走吗？上宫局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我作为一局之首，难辞其咎。这分明是驸马爷不满安乐公主要他退回私吞百宝香炉的3万两，所以才嫁祸给我们。行了，小李哥，有劳了。好。宫闱之内怎么能口出胡言呢？可那是事实。不行，我要去跟公主说。孟凡，我们这些当奴才的，小命早就交给主子了，是生是死，跟事实的对错完全不相干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那也不能由你一个人来扛呀。驸马爷只是借上宫局来反抗安乐公主，死一个跟死100个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。我已经跟各局打好招呼了，调走一个是一个。张上公，你说的对，明天啊，我们赶紧去上食局报到吧。走吧，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事儿。可是，你今天仍然是我上宫局的人，可不能不听命令。